嗨，我是伊娃，现在人在哥本哈根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欧洲，那我们刚刚就是经过了17个小时的飞行，我就先转到杜拜，然后再转到哥本哈根，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要往奥斯陆去，我们要去博多，要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莱克内斯了，现在开始有点兴奋的感觉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天很冷，然后很安静的这种感觉，真的超赞的。现在就是在北极圈里面，然后挪威的一个观光岛镇，而且刚刚搭飞机的时候，空姐人就超好的。他就告诉我说，如果你要拍景色的话，就要坐最后一排。那我也拍到一些超美的画面，尤其是夕阳，因为我们刚好搭飞机的时间是靠近日落，我们现在太阳一天只会露脸2个小时，而且刚搭飞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外面它的雪山，看起来很像那种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地图，就是白白假假的感觉，但它就是完全真的，就觉得蛮特别的，不错不错。我们这一次就是租了3天的车，3天的话是11000元，我们就要出发，开始我们的 Lofton 之旅喽。现在我们到了Rennes这边，就是我们今晚的住宿，我们就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到的时候是4点半，那它的柜台4点就下班了，所以你就是要按它的电铃，他们会直接连通到手机，它就会告诉你门锁的密码。我们这次住的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家庭房，就是我们有阳台，有2间房。那一进来呢，这边就是一个玄关，有没有？然后就看到后面的这里，当当，这就是我们的就是客厅。那因为现在4点半，就是天超黑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北极圈的永昼，讲错了，永夜。那其实一进来房间就是在2边，这边它就是上下铺，下面的话是双人床，然后上面是单人房，所以是可以睡到3个人。那2间就是可以睡到6个人，这样是14000块。就是北欧的住宿，其实我觉得跟东京差不多，就不会到特贵，就是你差不多3-4千就可以找到还不错的。接着在我的右手边这边是我们的卫浴，那它就是马桶，然后淋浴干湿分离的。接着呢就是我们客厅的部分，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沙发，然后它旁边就是有一个单人椅。那这边呢就是可以直接通到我们的阳台，对，这边有钥匙锁，就可以开了之后就怎么打不开？等一下我们再研究这怎么开。反正外面现在很冷嘛，这边的话它就是一个6人桌的餐桌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厨房，厨房的工具蛮多的。就是有这个烤箱、IH 炉、冰箱很大，还有微波炉、咖啡机、热水壶。那我们这边会停留2个晚上。那这个阳台来介绍一下，我们的阳台它就是面海。那我们现在房间就介绍到这咯，那我们的旅程就继续来看看明天早上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。就是天有点微微亮。那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渔村屋，它就是在冰山跟峡湾里面，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峡湾里面，它其实旁边延伸过去都是冰山，然后刚刚有微微下一点雪，那边天空看得到黄黄的太阳要升起，算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日出，真的是脑袋已经无法运转。因为我现在就是来北欧第2天，就是时差乱七八糟的。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的时候，天空几乎没有什么云，那个天气蛮好的，我就在外面看看有没有极光。那昨天的 KP 其实很低，就大概1，
但是可以微微看到绿绿的光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只要看过一次极光之后，好像其实蛮能分辨极光跟云的差别。极光它就是淡淡薄薄的，所以如果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，我就会拿相机去照一下，看是不是极光。昨天就是有幸运的看到一点点的极光，但是肉眼其实看不太出来。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要拍这个后面的冰山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超酸。因为昨天沿路开过来的时候，沿路上都是冰山，就想说天啊，这个山好大哦，然后自己很渺小这样。我觉得是第一次看到山有这么就是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的渺小。那它这边其实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渔村，然后以前好像就是渔民他们住的地方，现在就会变成一个观光景点，大家都会来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红色的小屋。那昨天住下来的体验我觉得还不错了，就是里面暖气啊、热水什么都很够。那它的盥洗用具就是要自己带。然后这边它就是有分好几种房型，那我们住的是比较偏高级的，它就是直接在峡湾旁边。如果大家有喜欢这种，就是我喜欢碎念的行程的话，就是可以跟我讲。我记得之前这种碎念的行程，大概是去加拿大的时候，就是分享一些人生心得。然后，而且像之前因为都去日本，其实我已经有点迷失，不知道要去哪里旅游。那这一次刚好就是可以来北欧，我就觉得有重新找回就是旅行想要旅行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好像还有很多地方要探索。像那时候我在杜拜机场看到那个神灯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好想要去那个阿布达比哦，好想要去体验那种中东的那个神秘感。好啦，真的是太多废话，感觉天已经要亮，太阳感觉已经升起。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列入自己的旅游清单。我现在来到了瑞内前面的这一座桥，然后这边它是一个拍照景点，然后在我后面旁边是一个停车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封住了，不能进去。总之，我后面的风景超级美，超级梦幻，超漂亮的，只是现在风超大，但是整个拍照起来超级漂亮的。然后因为他们都有点灯，都非常的梦幻。然后它这边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萝卜，就是给大家煮，就跟我们住的那个一样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他们这边蛮有名的，就是住宿大家都会来住这种。那这边就是比较更观光一些，所以它的房价就比较高。然后我们找的那边的话，就是有比较便宜这一点钱，然后再开车过来看看，不然直接住这边感觉很赞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A Town 这边的大停车场，那这边就是登山口在后面，那这边就是另外一个观光景点。从瑞内开过来大概10分钟吧，蛮快的。沿路上就是完全景色也是不一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好像就比较看得到夕阳，在我旁边这边，大家看看这边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夕阳啦，等下就差不多要下山了，就是刚日出，然后就下山，是蛮特别的体验。然后它这边旁边好像也有停巴士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，这旁边的这个岩石都超大块的，就是因为在以前的经验里，这旁边应该就是那种小砖头，而且它的牌子就超巨大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有错觉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每一家都有点灯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有圣诞节气氛的，梦幻感十足。觉得还好有搭飞机这么远来到这，虽然我们挪威只有来这，但我觉得很 OK， 很赞。在回去的路上呢，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景点，大家看后面的这个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日出，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就是。日出也是很难得，超美的。然后它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旁边有个桥，就是拍照的景点，大家都会走去拍照，走去看看一下不同那个挪威的景点，但是地超滑，所以走路就要
非常的小心啊，它是有人行道的，没有问题。不错哎，这里挪威海哦。一群危险的人类在那边干嘛？我也是蛮危险的，因为我现在走在公路上，感觉一不小心就滑下去。哇，前面有一种那个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前面都是就这边是海，然后是山，我觉得蛮美的。现在是12点半，就是太阳已下山。现在我们就回到了住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红色房屋，就是大家来这边都会想要体验一下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晚上那时候一直拍不到的这个峡湾的这个冰山。我现在要走去一个距离我们住的地方350公尺有一个桥，它其实也是一个拍照景点，就可以拍这边峡湾的部分。现在的气温是1度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然后我现在心得就是我的脚有点冷，上半身其实都还蛮好的。我刚吃了一个鸡肉汉堡，就是要价300台币，跟台湾的差别就是少了薯条跟饮料，差不多。那在 Harmony 我刚刚请 Google 教我念一次，但是我还是不会。Harmony 差不多是这样。在这边呢，就是这里就是渔村嘛，然后就是来这边看景。那我现在去完了瑞内跟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两个不太一样。瑞内就是再梦幻一点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被冰川包围，我们这边是一半是开放的。那它这一区就都是这个。Robo 就是取名萝卜屋，可能比较可爱，但就是发音就是谐音。我觉得我这一趟就是所有的语言我都乱念，觉得稍难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挪威人感觉都很 nice， 都给我一个暖心的微笑。那这边的餐厅就是超少，感觉大家都会去超市买东西煮来吃。对，到了，很帅耶！就是这座桥，大家都会去桥上拍照。那个旁边就是挪威海，现在地都还蛮滑的，其实感觉有鞋钉比较不错。那我们就等见。安总还在录 ，GoPro 暂停录影 ，GoPro 停止录影 ，GoPro 都不鸟我哎，怎么这样？那我这边自驾的话，其实蛮简单的，因为它就只有一条10公路，就一直沿着那条路走就好了。我现在很像是那种，就是半夜然后小朋友在外面闲晃不回家的那种感觉，好紧张，要走这个桥。我觉得在这种很冷的时候，真的是会有一种就是随时会死掉的感觉。他们人行道上也都有撒那个融雪的石头，很美耶，但是有点可怕。另外一边长这样，现在风有点大，我手要抽筋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先走回去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一个赞还有分享哦，记得订阅我的 IG。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